梦境是比较被动的出体，然后它的出体呢是比较主动的这种感受。出体到3.5维度的这种比较独特的感受，只不过是颜色比较晦暗一些啊，色彩有一些不同。最后我们聊到了就是灵魂某一些灵体和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的人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互动，然后 Neo 解答的是根据灵体的能力不一样，那互动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好。我们学会总结了，我们升级了。对，太好了。我在想标题的时候也可以轻松一些了，少费几个脑细胞。上一次我们来做出体体验的视频，获得了非常好的观众的反馈，很多观众也希望 Neo 你能再进一步扩展，来聊你的那些更加神奇的经历。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本来就是借着这个平台，然后去聊一下我们3个人之间的一些经历，还有一些观点或者看法，希望大家就是把这当做一个故事会。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还是接着这个聊一些就是观众对出体比较常见的一些疑问吧。第一个就是出体和那个做梦有什么关系？其实做梦也是出体的一种，就是我们每天基本上都会做2到3个梦或者更多，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醒来之后记不得了。然后呢，这个梦呢，它其实它也是出体，只是呢你的意识它是不清醒的，或者就是它是完全被动的，没有你的主观意识去参与，所以你每次醒来之后，你会觉得这个梦好真实啊，就好像就是跟现实中经历过一样，但是过一会儿它就忘掉了。对，就是梦的本质它也是一种出体，但是呢，就是做梦的人他的这种意识清醒的等级，或者说意识清醒的这种强度是有差别的。就像我之前聊的那个梦控师里边，他讲梦中之梦嘛，它也是一种出体的方法，就是训练你的这种意识清醒的这种能力，在梦中的时候感知到你是有主体意识的，你是可以控制你的梦境的。它本质上跟出体是一回事儿，只是你的意识水平可能还没达到那个出体的这个水平上来。那也就是做梦和出体本质上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对，是一样的事情，但是你的意识还有你对这个事情的经过，你的感知是不一样的。就是出体的话，你的感知是更主动的。做梦的话，很多就是被动的或者随机的。对。主持人，你还有什么？对，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出体它是一种更高级、高阶版的做梦，然后你可以控制那个梦境能够上天入地。那你出体的时候，你有没有穿越到过去与未来宇宙之间呢？这个东西啊，就是穿越到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空间，如果你想要准确的穿越到某一个地方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对你的出体的这种能力的要求非常高。就是像我的话，我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不能说是我想出体到哪一个维度，或者想出体到哪一个空间、哪一个时间就出体到哪儿。很多时候就是也是随机的，就是可能有我的意识参与，但是呢，我的意识只是一部分，就是影响这个，比如说我想出体到未来的某一个时间，但是呢，我的这个意识它不能完全做主，它只能说是参与一部分，就是目的地的决策。它还是有一定的随机性的，而且这种随机性还蛮大的。那你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有这种很强的能力者，他是可以相对比较精确的去出体到某一个时间点、人事物这样一个场景的吗？是的，是有这样的就是功能人的，他们对这种频率的切换，或者说这种意识的这种
这种调焦它做得更精确。哦，了解了。那你出题有没有梦见过去世的亲人？出题和梦本来就是一回事儿嘛，然后梦见去世的亲人其实很常见呀。出题有时候遇到去世的亲人也是有啊。那跟他们有互动或者说了什么？一般都是我个人经历，就是一般就是看到他们在做一些什么事儿啊，或者他们出现在某一个场景里边，就是没有跟他们对话或者说是交流这种。就是说，在你这么多这个出题的体验当中，是很少还是说没有，就是说和其他的生命有互动的这种感觉的过程的？之前我不是讲有跟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灵体有过这种肢体接触嘛？但是没有去语言交流什么？对，但是没有语言交流，或者说交流。但其实我身边的人啊，他们有语言交流的这种案例。就是说可以语言交流，对吧？有的。对。比如我来讲一个吧，就是我姐啊，就是我姐的话，她之前也是在一个出租屋里边，她租了一间房子，那个房子可能之前住过一些老年人吧，然后她那个房子其实是也去世的老年人吗？那种吗？不知道有没有老年人在里面去世，但是呢，就是一个老房子，然后呢，那个房子里面还挂了一些红色的布条，还有一些就是辟邪的东西，有一点邪门，但是还好，不是那种特别邪门。然后他有一次在他卧室里边睡觉的时候，就有一个灵体就靠近他，然后问他外卖好吃吗？因为他经常点外卖嘛。哇，那个灵体是什么颜色的呀？是人形的吗？这个我不知道，他没给我讲这细节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存在，然后过来跟他讲了这样一句话。对，他也跟其他灵体也有讲过一些话，但是我忘了。就是跟灵体应该是可以沟通的，就是只是我可能经历的比较少。对，对。那之前说你上次说梦到了在有一个世界里面去吃那种特别美妙的冰激凌，然后那个世界是像琉璃水晶宫一样的那种凡尔赛娑婆世界，这个有没有还出体到类似的那种世界里面？意思就是还有没有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世界是吧？对啊。我想一下。我之前有出题到那种我小时候待过的一些场景，但这些场景其实在我的脑海里边也记不得了。但是这个场景呢，我经常出题到同一个小时候待过的场景里边。就是在我们老家的一个乡村里边，而且我能明显的感知到，就是它属于过去的一部分，就是类似于穿越到过去了吧。但是这个空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定义，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我的儿时记忆吧。有没有可能就是你那个脑海当中对于某种那个记忆的一种显化的投射？因为人的大脑，对，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借由这个问题我想就是聊一下，就是出体的这种体验和那个自我幻想、自我催眠，它之间其实是有区别的。就上次有观众评论嘛，他说这可能都是我的幻想嘛，我出体到的这些世界可能都是幻想，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我觉得他这种说法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低。为什么呢？就是出体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少有的经验。其实如果你关注这个圈子的话，其实有成千上万的人都会出体，而且有过
比我更加丰富的经验，然后他们把这些经验其实写了很多的著作呀，或者说是像我们这样录了很多视频呀，或者这种音频啊来分享。如果你多去了解一点，你就会发现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规则的，它是有一定的就是客观实在的，就跟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物质世界是一样的，就是它不是完全靠我个人来虚构的。我明白了，就是说你们有一个这样的圈子，然后大家在经常的讨论呢、交流当中，会发现很多他有你有，然后另外一个人也都有的类似的或者说相同的规律，这种感觉。对对，然后你们就确定这件事并不是你凭空自己想象出来的，大家是有一定共性的。是这样的，这个其实跟科学做实验是一样的嘛，就是要很多地方都能复现的话，那就说明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嘛。对，它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规律。这个确实是很有说服力。你说你现在就是可以达到控制自己的那个出体，那是不是每次出完体之后都是精神百倍、满血复活？就是你醒来之后？也不是，有时候就是我可能就是能量比较低的时候，也可能就是出体，就是出体到一些就是完全空旷的地方，没有任何就是图像，或者说是没有任何就是体验的地方。就是出体它其实也是蛮需要靠能量的，就是需要你个人这个精神状态啊，或者身体状态啊来支撑的。如果你的能量不是很足的话，你可能出体会失败。它需要你控制好你的状态，还有你的情绪、你的意识。也不是说每次都能够特别成功的，就是一下就出体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世界里边。有时候出体到的世界它是比较单调的，或者比较空旷的，就类似于这种。空旷的是什么？是周围都是沙漠吗？空旷的就是类似于在宇宙中一样嘛，四周全是那种无尽的黑暗，要么就是色彩比较单调的那种。我就是对于上一个话题，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大家会有一些共识，有一些相同的规律，就是这个能举一个例子吗？就是大约是什么样的事情？就比如就是我们上几期视频聊的那个出体的这个方法呀。出体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一些现象啊，比如说我们感受到的电流感，感受到的噪音，感受到的光线，还有看到的这些屏幕呀，或者说是听到的这些声音啊，它其实是有相同点的，就是它就像是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它是非常清晰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出体到 3.5 维世界里边，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跟其他的维度它其实还是蛮有区别的，就是它的物理特性呢，或者说我们在里面的体验所受到的一些限制，或者能够办到的一些事情，它其实是非常有规则的，就是每一个维度里面的世界它都有它的规则吧，有它的这个特点吧。对，就是你们出体到3.5维这个也是有共识的，大家都有一种感觉，那个空间是有一种独特性的感觉的，然后你们就总结为 3.5 维空间，对吧？是这样。对，这个叫法有很多，有的人说是4维，有的人说是就是那个叫什么中阴身状态嘛。那关于这个空间还可以说更再详尽的描述一些吗？就这个 3.5 维这个特殊的一个维度的空间。对，就是中阴身。这个空间主要就是它跟现实世界比较接近，然后你看到的这些环境跟物理现实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它是非常贴合的。主要的区别就是
你是一个阿飘，然后你可以四处去游荡去参观，然后它的色调呢，我感觉是比较偏灰暗的，就是不是那种光亮的型的那种世界。主要就是这样。对，我也觉得，我每次做梦的时候，梦到的都是那种很昏暗的，就好像都是夜晚，然后光线很昏暗，也有可能是我睡觉的时候那个窗帘都拉得很紧，或者睡觉的时候是夜晚，很少有那种非常的就是艳丽啊，或者大白天的那种梦境很少，基本上都是黄昏或者夜晚。那我就是很好奇，它这个3.5维空间会有其他的人吗？就会看到人吗？我没看到，但是据我了解啊，就是它这个应该是可以互动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跟其他灵体互动的，只是我没有看到。然后，而且这个3.5维空间它还可以跟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的人互动，比如说，我可以掐你一下，让你感觉到很痛，但是你不知道谁掐了你一下，或者我可以把你的电灯给你关掉。或者把你的信号给你干扰一下，都是可以的。就是你是有一定能力的，在这个空间，你可以就比如说像一阵风吹过别人的那种身体那种感觉，是吗？就是能力有，但不是很强大，对吧？这个其实看个人，就是你如果不修炼的话，你的能力就比较弱嘛，你可能只能起到一些小的影响。像能力比较大的，他其实可以做到，比如说谋财害命啊，都可以的。但这种就是可能也比较违反这个规则吧，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执法团队来阻止他们。对，这个就像电影情节感觉。对，有点像那种纠察队一类的，就是异世界执法行政。对，我前一阵看了一个电影，就是讲的，就是应该就是叫存在嘛，然后它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在一个空房子里，然后来回的徘徊，就用摄像头这样以第一人称视角，然后看来看去，然后最后结局演完之后知道了，这个鬼魂是后来搬进来这一家人当中的那个哥哥，然后是他去世了之后，然后一直留在那个房间里，但是他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这家人搬进来之前，这个哥哥的鬼魂就已经存在在这个房间里了。但是先存在这个鬼魂，然后哥哥是后搬进来的，也就是说，这个灵体它是不受时间的这个限制的。然后他在特别着急的情况下，他有的时候会帮他妹妹一把，比如说推掉一个水杯啊，或者让一个物体悬空啊，这样的能力他是有的。我就一下想起了这个电影啊。对，这种情况其实在我身边的一些人身上也发生的挺多的，就是比如说你在某一个危机关头，你可能就要丧命了，然后某一个对你比较友善的或者跟你有亲戚关系的灵体，他可能会帮你一把，帮你化解这个危机。哇，那也就是那我懂了。但是他的能力其实很有限，就是他只能采用一些比较巧的方法，或者说是只能说是提醒吧，他不能说是完全的去阻止你的行动或者怎样的，就是这种可以起到完全控制你的行动这种灵体很少见，就是那种大 boss 级别的。因为我之前在学习就是说奇迹课程这个书籍的时候，他会反复的去强调说圣灵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可能说就在你的身边，无时无刻的都陪着你啊，就说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然后你说完这些之后，我大约就能感觉到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了，就是真的可能有这种守护灵啊、守护神啊，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只是在一些极端特殊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去做一些什么，或者选择去影响我们。对，我觉得他们的视角，因为它是跨越时空的嘛，它其实可以预知到你的行动，或者说预知到你将会遭遇的一些事情。我是比较认同这种看法的，就是守护灵存在，应该是有的。对，因为你说完你们处于这个3.5维空间的
这种感觉之后，我就觉得那可能就是也是为圣灵这种存在，包括很多信基督教的这些人嘛，他也是觉得相信圣灵的这种存在，给这种圣灵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就是存在方式，因为你们是切身的去体会到了这种存在方式。但是我觉得就是3.5维的这种灵体，它应该还谈不上圣灵吧，就是只能算是灵体。阿飘，对。我记得我有一次，2年前的时候，我梦到了我去世的爷爷，然后他那个环境是在一个爱尔兰的一个晚上吧，野外可以感觉到他是灵体，然后周围有一些白光，然后他好像很着急着去办一个什么证，不断的催我，哎，快点走，快走，快走，啊！后来我才知道了，就是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就是毕业之后那个学生签嘛，要到期要转工作签，然后可能就是他想提醒我一下，要抓紧时间要去把那个签证给续上，结果最后也是很幸运的，真的是给他续上了。那是最后一次梦到我爷爷。好，那应该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我还有一次我还梦到过有一个人，就我妈妈她在出生之前，她其实有一个哥哥，但是那个婴儿他可能就6个月的时候就夭折了，因为那个年代可能就是饥荒嘛，然后我外婆她就是又要干活啊，最后孩子没有养大。那位舅舅我梦过他一次，然后我梦到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反正周围的那个背景也是比较昏暗的嘛，那种夜晚的，但是他那个灵体也是那种白光，然后很开心很快乐，已经是一个青少年，或者说一个21岁左右还是10几岁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个子不是很高啊，但是就是很开心很快乐，然后对我微笑。而且这个就是我后来问了我家里人之后，我才知道，其实我还是有那么一个舅舅的，就之前是从来都不知道，但是却梦到他了。这种经历确实，我身边也有几个，就是你以前可能不知道你有这个亲戚，但他可能夭折的比较早，然后他的灵体可能存在，然后会影响你，然后你后面意识到他，然后这种非常的巧合，但这其实也是在玄学界里边也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就是又是为灵体或者说灵魂存在的一个有力的一个证据哈，就是对，是这样的。然后你说那个灵体他会开一些玩笑或者搞一些恶作剧，这个我经历过一次，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我有一年2022年去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嘛，当时看到有一对大概40岁左右的一对英国的夫妇嘛，他们在搭一个棚子然后当时风很大嘛，就是那种棚子没怎么搭上去然后后来我就去帮他们，然后我一边帮就问这是做什么用的？他说他们是为了纪念英国那个和阿根廷打那个福克兰岛的那个战役胜利40周年后来我一想，福克兰岛那不是我们国内新闻里面提到的马岛吗？说是英国侵略阿根廷后来我在想，你去纪念侵略胜利的战役，这还有正义可言吗？然后就是我那么一想的时候，突然一阵妖风吹过来，把他整个棚子都给掀翻了。之前有一个那个女法官，她在那个就是那个钟文涛的一个访谈节目里面也讲过嘛，就是有一个罪犯，他去指认现场的时候，就是也刮起了这个妖风嘛，就是本来是一个非常风和日丽的一个天气，但是就是那个罪犯他一到那个犯罪现场，然后迅速这个天气就发生了转变，也挺不可思议的。就是你可以把它归结为一种巧合，但其实呢，它也可以是灵界确实存在，灵魂确实存在的一个证明吧。就是说到灵魂存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其实我一直相信但是没有证据。但是有一次看网友评论说，你去搜央视的那个今日说法，有一期叫做梦境追凶，然后我就肯定好奇心特强，我就真的去看了，然后他真的就是提供了一个确凿的证据，是基于现实的一个报道，是一个
姐姐和一个弟弟，然后他俩不是在一个地方啊，在异地。然后弟弟呢被谋杀了，埋在一个像是铁轨的那样一个附近的一个荒地当中。然后这个人被谋杀之后呢，他就找不到尸体嘛，警方，然后就联系他姐姐，就说你的弟弟被谋杀了。然后姐姐就从外地赶过来了，然后大家就到处去找这个尸体。然后姐姐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然后他的弟弟就非常准确的告诉他，姐姐我已经去世了，然后我的尸体埋藏在哪一个铁轨的哪一段，然后的后边的荒草地里，然后真的就找到了他的弟弟的尸首。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他一定是没有随机性的，因为不可能就是那么巧合他梦到的地方和，因为你没有这个线索的话，你是找不到那个尸首的，不可能把所有地方都挖一遍，对吧？这个是一个事实。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当时警官也是说这个是无法解释的，因为首先人不是姐姐杀的，后来找到了凶手，然后第二姐姐是在外地，根本就不在本地，不了解所有的这个本地的地形啊，这个特征。而且他弟弟也没有就是跟他提过这个地方，没有，不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就完全是靠梦境当中告诉他具体哪，然后直接就找到了这个尸首。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太震撼了，这可能就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据，证明人身体结束之后去世之后是有一种灵体的这种存在形式的。对，其实对这个问题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入门级别的问题。对你来说就是太显而易见的一个答案了，对吧？对。但是一定还有很多人是有这个疑惑的，就会觉得啊，那你们这个圈子里会不会都是集体的一个幻想，集体的一种梦境等，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我们都举了这么多的例子和亲身经历啊，包括一些见闻，我觉得确实是很大的加强了我们对灵魂存在的这个信心吧。但是对于你来说，你是100%相信的，然后对于其他的听众来说，可能他们不相信也没经历过，但是看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可能会增加一些信心。就是其实你每天睡觉，你都会出体，你的灵魂都会飘出去干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只是你的意识强度需要再训练一下，你需要在你睡着的时候也把意识保持清醒一点。对，然后去观察你灵魂从身体里面出去的这个过程。就是很多人睡着他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对，如果你能把这个过程给搞明白，你就应该能懂我们在说什么了。对，而且你当时说其实做梦和出体它都是性质是一样的嘛，然后对，它本质上是一回事儿。然后我当时就想补充，想插一句嘴，就是留到现在嘛，就是我以前看那个与神对话的时候，他就是说其实你们在睡觉的时候，你的灵体就已经离开身体了，而且他强调说为什么你一定要睡觉呢？以前我看过一个医学的电视剧，他就是说到现在人类都无法解释人为什么一定要睡眠。然后我就联想到与神对话里面这一段话，我就明白了，其实就是因为与神对话是这样解答的，他说人之所以一定要睡眠，是因为你们的灵体受不了24小时一直待在身体里，因为那样太不自由了，他承受不了。是这样的，就是他有很多压抑的想法或者压抑的情绪，他需要在临界去释放他的这些情绪。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很多负面情绪，其实都通过睡觉的时候缓解了。原来是这样。我每次做梦我都记得很清楚，然后特别享受在梦里面的那种漂浮和飞翔。我昨天做梦又飞了，然后就觉得特别爽，就很不想醒过来。这种梦挺好的。飞到哪去了？我经常飞，就基本就是从比如说放学，然后其他同学都在走路，然后我直接就一个就是那个动作就是脚跟往下，完了屁股往地上一坐，我就飘起来了，然后我是飞回家的。就我经常做这种梦，然后特别有那种优越感，就别人都看着我飞走了。这种梦我也挺喜欢的，很有意思，就是飞来飞去的。对，就像有超能力一样的。对，但是我有的时候就特别怕撞到那个电线杆了，我就怕被电了。经常有这种想法。
没关系，所有的不通顺的呀什么的，我会后期稍微处理一点点，所以说最后你会听到的效果都是很通顺的。希望大家就是把这当做一个故事会，就是不要老是想着就是去通过这个频道，去获得某一个你心中想要的一个答案，就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空间，咱们不要把它给单一化了，就是对，还有20秒，啊，咱们重开一个吧。哎，可以重开一个。这期就到这里啊。好，非常感谢啊。下期再见。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